昨日刚解决完不化蛊，今日又消耗法力替他治伤，小心你的身体。我厉害得很。快请御医。哎呀！梅司使，您吉星高照啊！这伤势竟然恢复得如此之快。但您毕竟是从高处坠下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还是得静养一些时候，方才稳妥。老夫去开个方子，配合将养，想来很快便能恢复如常了。多谢。将消息报于宫中。昨夜感谢梅家郎君相护，我家二娘子才得以毫发无伤。不必谢。昨夜梅郎君受伤，不光皇后和梅妃，我家二娘子也担心的不行呢。我担心你死在我府上，不吉利。不必担心，我吉星高照。小郎君是要逃走？既已无大碍，还是回去好些。小郎君是嫌弃我国公府照料不周，还是单纯的不想住到我府上？不想住到府上。我如果住在这儿，会惹人非议，对五娘子声誉不好。这你不用担心。哎，这吴二娘子果真是没有规矩可言啊！瞅瞅她昨夜之举，天还未亮，全长安都传遍了。传遍什么？昨夜天灯节上，这清河县主拉着梅家郎君在城楼上私会，这梅家郎君不从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这清河县主打断了他的腿。当时老天爷啊，就看不下去了，天灯回路，燃着了火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我的六叔公的小舅子的外甥是大内侍卫，两人从城楼滑落，他护着皇后娘娘上前查探，亲耳听见的。不对呀，
我的四姨父的表姐的女儿在梅妃身边侍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那他又怎么说的呢？是啊，他说呀，是这梅家郎君纠缠这清河县主，以性命相逼，非要这清河县主带他进入国公府。你们两个说的，这……对啊，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。我的肯定。如今这些皇亲贵胄玩的都这么大呀？玩的大不大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宫里当差的人耳朵都不太好。郎君最爱吃的红烧茄子。郎君，你可会？石哥还没有消息了吗？听说，昨夜石哥和那清河县主从城楼上跌落下来，好像还受了伤，但人不知道去哪里了。郎君受伤了。那县主可真是个大灾星。你说谁呢？你个天天游手好闲、满街溜达的穷亲戚，一来长安就克郎君，你才是灾星。你说谁是灾星啊？是你大灾星！若不是你成日在家里吃那么多，郎君怎么会为了多赚银子日日忙碌？若不那么忙碌，不那么辛苦，就不会身体虚弱，更不会好端端从城墙上跌下来。所以归根到底，就怪你太能吃。你这个刁仆！石哥，我是来送信的。梅家郎君腿伤，最近这段日子要留在国公府了。国公府？他们跌落城楼可是真的。这腿伤是怎么个伤法？严重吗？这以后还能挣钱吗？放心，眼下倒是不严重了，有我二娘子将他好生养着，等送回之时，定然白白胖胖。五娘子，我留在国公府真的不妥，更何况还有玄剑司。玄剑司那边我已然打过招呼了，最近也没什么案子，断没有让一个受了伤的人天天瘸着去上职的道理啊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既然救了我，就是我的人。听话，别担心公务了。我好歹是个县主，养你这样的小郎君，养10个都没问题。你想养10个？你这腿是连了脑子吗？腿瘸了一条，话也只听了一半。要我说啊，我二娘子提心吊胆照顾了梅司使一夜，又何必说话这般硬？是我愚钝了，多谢五娘子细心照顾。梅司使放心吧，我已给你府上送信了，安心住下吧。多谢了，我一夜未归，只怕他们会担心。担心是担心，不过气力依旧旺盛。昨夜我便想问了，咱们五二娘子莫不是对这梅小郎君动心了吧？不然怎会这般焦急？昨夜事发突然，刚经历不化谷那一遭，我腰力尚未恢复。要不是他出手相助，躺在那儿的人恐怕就是我了。堂堂猫公哪那么容易躺下？何况他只是一个凡人，出不出手有什么要紧的？猫公也不是无所不能，我也会惧疼怕死。走吧。去哪儿？不是说阿叔醒了吗？去看看他。哦。还记得你小时候不爱吃药，后来我意外发现了这家的糖，
你喜欢的不行，非是有这糖才肯吃药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你养身体的药都没吃，成日尽是吃糖了。少吃点，不然该改名叫胖着。是那段时间我吃太多糖太胖了，根本藏不住。不过，他家的糖确实好吃。还记得当时糖铺离这儿很远，你每次去一趟都嫌麻烦。结果我们舒大人就撺掇那家铺子的老板，把铺子搬到了树库旁边。当然，你想要的，我自然会替你达成。那这糖我就拿走了。好啊，不过平日里少吃些。怎么，是特意在等我呢？是啊，听闻你一直在这里，我是来同你说公事的。玄悔如何了？我将他引到成都，本要将他擒回，却不想让他跑了。得注意一些，别让他伤到长安百姓。他如今身上有伤，想是闹不出什么大的动静来。玄悔虽顽劣，也屡次想要逃出妖域，却从未害过凡人。这次他能离开妖域，还出现在了天灯节，我怕是有人暗中相助。有人用了天雷之力助他破狱，而能做到这个的，只有会长老一人。应该是了，想来他们有了交易。会长老现下如何了？设了禁制，还在妖域，我已加派人手看管。他三番两次作乱，无非是冲着我来的。这次得跟他有个了断了。那你如何打算？等我忙完这几天再说吧。忙什么？照顾病人。小郎君要去哪儿啊？老大还真是日以继夜，尽心尽力啊。你们拿的什么啊？回县主，梅家郎君说休养多日，身上不适，想要沐浴，奴婢想着送些新衣服过去。他沐浴，你们过去多不合适啊！
谁？给你送干净衣服。怎么是你亲自来？那你想是谁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小郎君可有听说过偷衣服的故事？什么故事？说从前有位凡人男子，以农耕为生，日子过得很艰苦。有一日，在男子农耕的田里出现了神迹。神迹告诉他，3日之后，会有神女到山中小溪洗澡。男子将信将疑地去了，果然遇到一位女子。女子美丽非凡，男子一见倾心，于是便听从神迹所说，拿走了女子放在溪边的衣服。女子洗完澡，发现衣服没了，便只能留在水里。男子随即出现，两人一见如故。之后，神女便留在人间，成为了男子的妻子。两人男耕女织，幸福美满。怎么样，感动吗？这故事，该不会是五娘子自己编的吧？自然不是，前朝话本里写的。话本中竟有这般荒诞不经的故事？哪里荒诞？神女竟会对偷自己衣裳的人一见如故。或许那男子生得好看。见人见心，见心明性，这男子的人品确实不可。就因为男子拿了衣服？这男子生活不顺，不想着靠自己努力改变现状，却寄托于靠娶妻来改变命运。那若是你，你会如何？我只知道，他若对神女真心，该安顿好一切，再行求娶，而不是在身不稳、心不安之时，将喜欢的女子拖入同样的境地。这故事听起来确实有些毛病，许是我记错了。你在讥讽我？我没有讥讽你，你我和他们不同。哪里不同？我们确定要这样聊天吗？这妖鬼杂技还真是有趣。你别白费力气了。吃一口。嘿，你这凡人，看爷爷像是吃素的吗？哼，怕了吧？小小凡人见了本大爷还不下跪行礼？你竟然会说话？难道你是泥鳅精？什么泥鳅精？本大爷可是玄蛇。玄蛇？玄蛇？这只有泥鳅精啊！哎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柳娘子，柳娘子，谁泼我水？谁泼的水？
秋，不会被我一屁股坐死了吧？小泥鳅，我发誓，我真的只是偶遇你，其他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只是偶遇，为何要救本大爷我啊？总不能放你不管吧？同人打架打输了，为什么救我？为什么救你？难道我能放任你不管？哎，你这凡人，那是什么眼神？哎呀，这白蛇郎诚不欺我，妖鬼精怪不只存在于传说中，今日我就捡了个小妖。我不是小妖，哎，这就是你的妖术啊，也太可爱了吧！你再表演一个，不，我带你去见个人，你表演给他看。本大爷身份高贵，你让本大爷去给别人表演啊？不可以吗？待我伤好，我定也咬死你个小凡人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没受伤时还是个颇为厉害的小妖喽？自然，若不是有卑鄙小人趁我化体之时，不知用了什么重物劈头盖脸砸了我怎会如此？也不知是什么鬼东西，待我知晓，定把他劈成8瓣。哎，你这凡人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我真不知道。哎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再给你些白菜啊。我不吃。我觉得你有点脏，咱去洗澡。别碰我！我不碰你，你自己洗。那我也不洗。也不知郎君吃不吃得惯国公府的饭菜。师哥住不住得惯国公府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事我可以确定。确定什么？国公府的美食比你这清汤寡水的强之100倍。胡说！郎君最讲究食之本源，清茶淡饭才有助于修养身心。你这山猪当真吃不了细糠。你说谁山猪？你说谁做的清汤寡水？你还用动手是不是？我要不是看在郎君的面子上，我撂倒你爸回了。像你要干嘛呀？你要打我呀？我能打10个。打架呢？继续。他不配，你才不配。啊，我是来送梅兄这个月的俸禄的。这梅兄私底下竟是如此小气之人，每个月就给你这点银钱啊？这是郎君的，这些才是我的。哦，你每个月收了那么多银钱，才给师哥留这么一点，难怪日日清汤寡水。我都说800遍了，郎君就喜欢这。官人您怎么还吃上了？这些许有些冒昧。没事。这什么没事？还有你要吃不惯我做的饭，出门左拐，自己做去。这位应该是梅兄的表弟，霜降是吧？是的。哎，你们俩过来。想必2位应该知道，梅兄此刻在那国公府吧？当然知道。等师哥吃惯国公府的佳肴回来啊，说不定要换厨子喽。先换你这个表弟。表弟还能换？先换你！换你，就是你。换谁不重要，现在重要的是，这梅兄还能不能回来？这肯定能回来啊！这国公府又不吃人，可县主吃啊！你们看啊，梅兄虽然年少有为，可那国公府毕竟家大业大，再加上清河县主又是个横行霸道的女子，所以这还未行婚事，梅兄就被抢去国公府。眼下坊间都在压住，说他们2人到底是清河县主嫁入我们梅家，还是我们梅司使入赘国公府？那官人的意思是，
我家郎君要入赘。我家石哥要成亲。不行，等不了了！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不吃饭了？石哥，郎君，二位找梅刺史，把石哥交出来！顺着那边往前走，第二个院子便是了。石哥，郎君，石哥，郎君，石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郎君，石哥，你没有受伤，有没有被占便宜？有没有失身？别胡说！郎君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放心，我好得很，也记得你。郎君记得我就好，记得就好。总怕郎君这一摔把脑袋摔坏了。你脑子才坏，他脑子没坏，坏的是腿。我还不知道郎君坏的是腿吗？郎君，我给你揉揉。哎，等，揉揉就不疼了。文化。那郎君这么久不回家，是舍不得这里的锦衣玉食吗？还是谢文化做的饭菜不合胃口？不是，是不方便出去。是啊，师哥，你在这养养吧，反正他做的饭菜太难吃了。做的难吃你还吃那么多？郎君，你要不到院子里晒晒太阳？听说晒太阳好得快。所以，小师兄，到底什么情况？天灯节城楼之乱，只怕并非人为。是，你说什么？那夜，你没有丝毫的察觉吗？那夜我有事儿，没有注意。此事背后若真是另有渊源，怕是免不了与妖氏有所牵连。这一次许是有机会找出妖氏所在。哦，有道理。眼下我腿脚不便，只能劳烦你去打探，查查当日异象的线索。当然没问题，这等跑腿的事儿我最擅长了。不过什么？现在全长安都传遍了，说小师兄被打断了腿，要入赘国公府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就知道他们是胡说八道。你跟那县主明明什么都没有。小师兄，我和县主也不是什么都没有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真的被占便宜了？是我的问题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喜欢？哪种喜欢啊？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爱。这世间男女是哪种喜欢，我便是哪种喜欢。小师兄，你怎么能被一只狐狸精蛊惑了？他不是狐狸精，
没有蛊惑我。小师兄，你下山太久是不是忘了？长西宫之人不得动情。我没忘。那你们不会有结果的。我并没有打算同他婚娶。你喜欢他，却又不打算娶她，我怎么没大听明白？你来问我，我便坦诚我的心意，仅此而已。我最近读诗，诗中写道：“安能追逐人间事，万里深同不系舟。”我虽生爱慕，但心有挂碍，只是求因，不求果罢了。小师兄，从小到大，你在我心里都是像月亮一般的人。虽说很难，可是修仙之人谁不想飞升成仙？若是有那么一人，那定然是你。你自小心思淡薄，对世间之事大都没什么兴致。可这次长安相见，我发现小师兄你与过去不同了。你瞧瞧，你都开始读诗了。你以前从不干这些没有用的。小师兄，我不懂。或许是因为夜里太冰凉，所以想拥有一道光。慢点。郎君，那我们就先回家了。回家后别打架。放心吧。走吧。郎君怕猫，是不是该离开比较好啊？可我现下就是只猫，也不能太通人性吧？不过撞见人，所以离开，想来也说得过去。小家伙，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看出我。你是下不来了吗？小师兄此番入室，竟真的动了凡心。那我该不该告诉大师兄他们？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，不告诉，告诉。那就没办法了。看来一切都是天意，不能让小师兄再在长安待下去了。可我该怎么做呢？若实话实说，怕小师兄难逃师门责罚；可若不言实情，有了！既然长安真的有妖怪，还令得小师兄受伤，那就要大师兄让他回去疗伤，也合情合理。这一下既能分开他二人，我也不算收获。两全其美，嘿，我真是聪慧。
又开始忙公务啊？一段你的剪影，随寻香满屏，门庭之夜的轻盈，寄相思云缕。可借着海烟和情，聊表我柔情。而那句心悦君心，却羞于言明。与你的深情，我如有一夕光晕，目光所及都灿如星。此生岁月以你为名，是我的笃定。纵流水无情，也紧随你真心。此生岁月以爱为邻，何惧翻山越岭？你是我赴今生的来意。辉长老好呀！原来是猫公，大驾光临。怎么，是因为老夫思过之期将满，前来迎老夫出去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前几日妖域异动，听说是那玄悔逃出了妖域。猫公难道是为他的事而来？难道是要老夫帮忙？辉长老，您就别装了。您既不服我猫公之位，又不敢堂堂正正与我一战，只敢在背后行些蝇营狗苟的鼠辈之事。啊，我忘了，您正是一个鼠辈。你我积怨已久，我一直想着该如何了断，这几日终于想通了，便按照辉长老您说的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如何呀？镌刻过往无痕，烛影了千里愁，四季流转蹉跎，夜雨声寥落，泪已沉默。
决的执着，淹没岁月尘埃。